和离，老子要和你和离！有需求就去外面找其他女人，你也配打我姜赤瑶的主意？对，老子不配！你他妈这么高贵，倒是和老子和离啊！陆家剑唇内的剑道意志，再有3年，我应该可以完全领悟，到时候自然会和离。你脸真大，骗婚原因都能这么光明正大的说出来。你我今年都是20岁，我已是大宗师7层境，而你才是后天4层境。你不会自恋的以为我是因为相中你这个人而嫁给你吧？哪怕我是骗婚，也是你的荣幸。废物东西，你刚刚是不是偷看我的脚了？我的脚好看吗？姜赤瑶，你别太过分！等下我会让丫鬟将望舒阁和主院之间的通道给砌上墙。姜赤瑶，老子心眼很小，你给我等着！系统，给老子出来！丁，情报系统编程为您服务。具体说说你的功能。本系统可以随机刷新出珍贵的情报，每一个情报都是一个机缘任务，宿主每完成10个机缘任务，还会获得系统赠予的奖励。系统为辅助型，不具备强制性。有我的属性面板吗？宿主陆长青，年纪20岁，境界后天4层，兵器人级中品绣春刀，一宝无。热烈的马，真废呀！老大，出事了！兵部员外郎高世涵横死家中。上峰下达命令，要求3天内查清案件，抓住凶手。案子被分配在宋百户手里，一旦完不成任务，宋百柱要受惩罚。我们这些他麾下的人也不会好过。如果能3天内查清，奖励应该也不少吧？那肯定，谁要是做出巨大贡献，除了数千积分的奖励，甚至还能晋位升官。老大，我们是请病假躲一躲，还是跟随宋百丈查案？哼，系统，刷新情报。丁，兵部员外郎高世涵于数个时辰前被毒杀于高府书房中，数天前已将7万两银票和一封信，用精巧隐匿的手段藏在书柜里。哈哈哈哈！走，现在就去高府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等等我们。周虎有点小聪明，小贪财，胆子不算大，后天2层境。赵黑珠天生神力，后天2层境，战斗力倒是尿打周虎。老大，你真要去查这案子吗？咱们就不能躲躲吗？哼！老大说查了就查，跟着就是。修武处处要钱，家里用仅剩的1000两给我捐了个小旗。要是资源充足，我哪里至于20岁还在后天4层？走，进去。属下陆长青拜见百户大人。陆小琪，你手下10个校尉就来了2个，剩下的8个都请假了。哼，连手下的校尉都镇不住，你要多和姚小琪、张小琪他们学习学习。是。目前基本确定高世涵死于自杀，但年轻人嘛，还是要多学习。既然来现场了，陆小琪，你也去查看查看尸体吧。死于自杀？可系统都说了高夏涵死于毒杀呀。百户大人，如何确定死者死于自杀？2个仵作已初步尸检，死因是掌击之下的五脏六腑碎裂，从掌印角度、方向判断，属于自己拍向自己胸口。高世涵本身为后天9层境，有足够气力做到。仵作还查验了恶疾、毒素，均无异常。另外，他手上戴的金色手套是4年前陛下御赐的，手套上刻着“栋梁之才，忠心如金”8个大字。就在昨天，他在朝堂上被陛下狠狠斥责，差点罢官。2个守夜小厮也确定，除他儿子高人下半夜来送过夜宵外，再无第3人进入书房。那为什么可以排除高人杀人可能性？高人是高世涵独子，父子关系极好，没杀人动机。而且2个守夜小厮可以确定，高人送完夜宵离开书房时，高世涵还活着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属下检查完毕，典型的凶杀伪装成自杀，掌印是死后伤。陆小琪，你假酒喝多了吧？人死后心脏停止跳动，尸体的嘴里不可能喷出喷射状血迹，这作何解释？所以现场血迹是伪造的。如果我是凶手，用动物的血、用第3人的血、用自己的血从死者体内抽血，都可以伪造现场血迹，方法太多了。我偏向于凶手用的是第3人的血。众所周知，死后伤没有生活反应，
可高世清胸口的掌印有一定的生活反应，另外死后伤很难形成淤痕，可他的掌印也有淤痕。掌印的生活反应和淤痕，大概率是凶手用特殊手段，比如某种药水作用，或某种特别属性的真元灌棺等方式伪造出来的。这些只能算你的推测，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。大人，您说高世涵被陛下狠狠斥责，所以特地用御赐手套作为自杀工具。不错，用御赐手套作为自杀工具，高世涵是在表达对陛下的不满吗？他不怕因此被陛下迁怒？他自己死了，可他还有亲人和整个高家。百户大人，他是巨神花吧？不错，巨神花朝中几乎所有大人的书房内都有一盆，能让人在工作时聚精会神。我要是高世涵，自杀时绝不会选在书房，自己拍碎五脏六腑再快也得数10个呼吸。巨神花香能让人感知清晰，死亡过程的痛苦会被放大。高世涵有自虐症，死都要故意死得痛苦点儿。陆小琪，若真查出来高世涵不是自杀而是凶杀，你立首功。不愧是我麾下的人。谢谢百户大人。带上高世涵尸体回卫所。百户大人，我先不回卫所，我想要在这个书房里再查看一下，说不定能找到蛛丝马迹。也好。你们2个守在门口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是，老大。7万两银票和一封信，系统说藏在书柜里。这本书的触摸痕迹比其他书多。这里有个按钮，柜门里做夹层抽匣，做工如此精细，肉眼根本看不出来。7万两，这800套紫藤甲，800柄黑魔刀，老地方交易。紫藤甲可是国之强器，可以防御后天5层以上下去的利器，黑魔刀更是刀中精品。一套紫藤甲500两，一柄黑魔刀200两，800套，总价值50-60万两。高世涵真敢啊！必须把这封信以最快的速度交给宋百后。这个烛台有问题。老大，找到线索了吗？找到了。老大太牛了！等案子结束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是的。7万两白银必须尽快花掉，银子变成实力才最重要。还有，等我实力到位，第一时间要把请假的8个杂碎狠狠修理一顿。老子可是上官，欺压上官，怎么敢的？站住！姑娘有什么事吗？我大伯到底是什么死的？他的遗体为什么会被抬去锦衣卫卫所？无可奉告。不准走！滚开！朝廷的鹰犬罢了，神气什么？我大伯要是还在，你想搭话我都不会搭理你。老大，你是真男人！刚才那姑娘好漂亮，你也舍得让人家滚？周虎，如果高府被抄家，刚才那个高家姑娘会是什么下场？大概是进教坊司成奴籍，以后流落风尘呗。要是真抄家了，老大你一定要亲自来，到时候想带走哪个女眷都行。你们在门口等我。是。拜见百户大人，拜见黄总旗。如何？回禀大人，经过再三检查，可以确定死者是死于一种罕见的诡异的异族毒药。这种毒药10多个呼吸就能毙命，中毒时浑身麻痹，无法出声。死后毒药会在体内自动分解，一般仵作很难检验出来。另外，现场的血迹确定是人血，不是动物血。热烈的吗？陆长青，你开天眼了吧？你小子，难题是你出的，你得来解。百户大人，黄总旗，借一步说话。书房书柜有隐蔽夹层抽箱，里面找到这封信。紫藤甲和黑魔刀，还有异族毒药，难道是高世涵私卖军械给异族人之后才被灭口？凶手费尽心机伪造自杀现场，就是怕暴露异族毒药牵扯到异族人。陆小琪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推测，大概是因为皇城内毒药管控很严格吧。
哪怕他能买到其他无毒杀痕迹的致命毒药，也会被留意乃至登记。如果从江湖上搜集无毒杀痕迹的致命毒药还是很隐秘的，但需要时间，所以我猜测凶手应该是突然收到上峰消息，要立刻弄死高世涵，时间非常紧迫，凶手不得已只能用自己手中原本就有的异族毒药。那具体是怎么下毒的？总不能是凶手昨夜进入高世涵的书房，当面给他下毒吧？不，可不是当面下毒。白狐大人，回头让仵作好好查这个烛台，烛台上残留的蜡痕里大概率蕴含异族毒药，凶手应该是提前在蜡烛里动了手脚。昨夜高世涵点燃蜡烛，异族毒药被释放后，高世涵才被毒死。这作案手法当真厉害！热力的马，陆长青，你这都能查出来？不对，昨夜只有高人进过书房，所以排除所有其他可能性，高人就是凶手。先不说高人没有动机，关键是他离开书房的时候，高世涵还活着。如果高人会口技呢？他先毒杀高世涵，然后在半炷香时间里，一边用口技模仿两人对话，一边伪造现场，是不是很轻松？继续说，高人的杀人动机，想必你也能给出答案吗？万人就真正的高人早就死在异族人手上，昨夜的那个高人是异族人易容乔装的，恰好凶手伪造现场需要大量鲜血，鲜血哪里来？凶手先杀死高人后，顺便取血即可。操！这个假高人真他妈丧心病狂！我要去面见指挥使大人，单凭这封信就是天大的事。长青，你做得很好，这次立大功，嘉奖少不了。以前总看不上这种连小旗都是捐官的废物，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总旗大人，你应该立刻带人去抓假高人，假高人完成任务肯定要跑，拖不得。一起，我就不去了，还有其他事。好。7万两白银1毛不剩，一颗地阶下品玉灵丹5万两，一根百年老参1万多，2根30年老参几千。如果换成地球的物价，那得1.5亿。浑身热乎乎的，真元流转在加快。后天5层，重头戏来了，地级下品玉灵丹。给我突破！系统打开属性面板，宿主陆长青，境界后天9层。爽！一颗玉灵丹抵得上5年苦修，这就是氪金的魅力。可惜海纳吞气诀只是黄级中品，药效漏了不少。一晚上没睡却精神抖擞，还剩2根30年老参，回头给周虎和赵黑猪一人1根。系统继续刷新情报。丁，皇城东南方向70里处有一座废弃道观，道观3清石像背后的石匣中有一部内功功法。热烈的马，系统你是我爸爸。系统，情报多久刷新一次？情报刷新频率不固定，目前宿主处于新手期，为帮助宿主实力快速提升，频率相对高一些。原来如此，还是先去拿功法吧。小姐，墙快砌好了。这2天，陆长青没有阻挡你们砌墙吧？没有。那就好，让丫鬟们给我盯紧主院。如果陆长青想要翻墙来望舒阁，当场阻止。有了。可惜天级内功简化后变成了地阶上品，不过也够了。能修炼地阶上品内功的，普天下也没有多少人。东西呢？到底是哪个天杀的小贼，将我孟清溪藏起来的宝贝给偷走了？老大，你去哪儿了？快回卫所！凶手抓到了，宋百户为你请了大功。老大，
宋百户点名让你去抄高家，到时候那个高家小姐岂不是？凶手抓到了。对，所有作案细节都和老大你说的一模一样。皇上下令高府所有男性全部杀头，所有女性全部充教坊司。可我一个小旗怎么有资格去抄家？小旗当然不够格，但你已经被破格提拔成总旗了。来，拿着。老大，你发财了！这是30年年份的老参。对啊，老大，这太贵重了。别废话，给你们就拿着，抓紧时间突破到后天3重。陆老弟，跑哪儿去了？全部人就等着你呢。长青，高世涵的案子你立了大功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总旗了。多谢百户大人厚爱。这次除了升官，上峰还给你1万积分奖励，我私人再奖励你1万积分。长青，谢谢百户大人，我必不让百户大人失望。赶紧去藏宝阁兑换修武资源吧，3天后你带人去抄高家，这是福利，但不能太过分，懂吗？是。居然有2万积分，果然谄媚上官不丢人，不升官才丢人。总旗的衣服可比小旗的衣服帅气多了。不愧是锦衣卫的藏宝阁，这些东西怕不是都是抄家得来的，好东西真那么多。丁，情报已刷新，宿主左前方的架子上第7排中间位置，那本名为破云剑，表面上是玄级中品武技，实则其内隐藏着天级下品武技离剑飞仙。我去，天级剑法！系统老爸我爱你！只要掌握天级下品剑法，绝对能跨越大境界战杀敌人。这本书据为己有要9000积分，借走只需3000，但我不想让任何其他人有概率得到一剑飞仙。还剩11000积分，8000换1颗玄级下品破镜丹，3000换10颗黄级中品聚神丹。破镜丹用来冲击先天境，聚神丹用来临时提升悟性入门功法。热烈的马，还是那句话，感觉时刻在可见。可惜，以我的身份只能来3层，回家后立刻闭关。希望3天后能成功转修太上归元周天功，入门一剑飞仙。3天后出关就可以去抄高府。哈哈，抄家才是锦衣卫的打开方式，不抄家的锦衣卫是没有灵魂的。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每一页文字的字体似乎有部分和其他不同，非常微小的差别。把它们连起来，果然……为什么看起来都很普通？吃一颗聚神丹看看。我去，有用！这图看起来在动。系统，打开面板。一剑飞仙入门了，让我来试试威力。真他娘爽！精铁材质一刀下去3寸深，换成雷鸣刀能留下1厘米都算超常发挥了。不过消耗也大，一刀就抽走体内1半真元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只能连续施展2次，所以一剑飞仙暂时只能作为底牌，不能随便使用。该太上归元周天功了，这是地阶上品功法，只求入门即可。老大，宋百户点名让你去抄高家，到时候那个高家小姐岂不是？凶手抓到了。对，所有作案细节都和老大你说的一模一样。皇上下令高府所有男性全部杀头，所有女性全部充教坊司。可我一个小旗怎么有资格去抄家？小旗当然不够格，但你已经被破格提拔成总旗了。来，拿着。老大，你发财了！这是30年年份的老参。对啊，老大，这太贵重了。别废话，给你们就拿着，抓紧时间突破到后天3重。陆老弟，跑哪儿去了？全部人就等着你呢。长青，高世涵的案子你立了大功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总旗了。多谢百户大人厚爱。这次除了升官，上峰还给你1万积分奖励，我私人再奖励你1万积分。长青，谢谢百户大人，我必不让百户大人失望。赶紧去藏宝阁兑换修武资源吧，3天后你带人去抄高家，这是福利，但不能太过分，懂吗？是。居然有2万积分，果然谄媚上官不丢人，不升官才丢人。总旗的衣服可比小旗的衣服帅气多了。不愧是锦衣卫的藏宝阁，这些东西怕不是都是抄家得来的，好东西真那么多。丁，情报已刷新，宿主左前方的架子上第7排中间位置，那
那本名为破云剑，表面上是玄级中品武技，实则其内隐藏着天级下品武技离剑飞仙。我去，天级剑法！系统老爸，我爱你！只要掌握天级下品剑法，绝对能跨越大境界，战杀敌人。这本书据为己有要9000积分，借走只需3000，但我不想让任何其他人有概率得到一剑飞仙。还剩11000积分，8000换1颗玄级下品破镜丹，3000换10颗黄级中品聚神丹。破镜丹用来冲击先天境，聚神丹用来临时提升悟性入门功法。热烈的马，还是那句话，感觉时刻在氪金。可惜，以我的身份只能来3层，回家后立刻闭关。希望3天后能成功转修太上归元周天功，入门一剑飞仙。3天后出关就可以去抄高府，哈哈，抄家才是锦衣卫的打开方式，不抄家的锦衣卫是没有灵魂的。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每一页文字的字体似乎有部分和其他不同，非常微小的差别。把它们连起来，果然，为什么看起来都很普通？吃一颗聚神丹看看。我去，有用！这图看起来在动。哈哈哈哈哈！系统，打开面板。一剑飞仙入门了，让我来试试威力。真他娘爽！精铁材质一刀下去3寸深，换成雷鸣刀能留下1厘米都算超常发挥了。不过消耗也大，一刀就抽走体内1半真元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只能连续施展2次，所以一剑飞仙暂时只能作为底牌，不能随便使用。该太上归元周天功了，这是地阶上品功法，只求入门即可。黑柱，你也突破后天3层了？是啊，不知道老大要闭关多久。放心，抄家前肯定能出来。咱哥俩先去4季楼喝一杯庆祝一下。是郑渠和罗望。郑渠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的身份，我现在是罗老大麾下的校尉。你调动了。郑渠，陆老大大待你可不薄，你出任务请假，老大睁只眼闭只眼。你老爹生病，老大二话不说借你10两银子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那也遮掩不了他陆长青是个废物的事实。同样是小旗，罗老大一只手就能吊打10个陆长青。你，什么？罗望，你有种杀了我！黑柱，罗老大，不会出事吧？毕竟陆长青现在可是宋百户面前的红人。有王百户保，我怕什么？起码陆长青是捐官得的小旗位置，宋户不过是一个空降来的。陆长青只是一个后天4层的垃圾罢了，哪怕2万积分能帮他提升到后天5层6层又怎样？更搞笑的是，他居然9000积分买下了破云剑那种废物功法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不仅武道天赋废，脑子也废，简直是不自量力。太上归元周天功入门成功。之前用海纳吞气诀1个周天吸收天地灵气是10个单位的话，现在起码是300个单位，差距大的真是超乎想象。状态正好，不冲击一下先天境岂不可惜？突破到先天1层了！太上归元周天功和破镜丹简直创造了神迹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果然，氪金才是净道理。系统刷新情报。丁，锦衣卫指挥使秦无涯毕生愿望是打造10方天地真神甲，10余年来他投入了150万两白银，如今只差最后一种材料血泉芒尾骨，而靠山王的宝库中就有血泉芒尾骨，但靠山王自己不认识他。这个情报等于我手握一张超级底牌，随时可以用它来换取秦无涯的关照。3天到了，
该去抄高家了。这气氛不对。陆长青，王百户不下场的话，你和罗望之间的争斗只能靠你自己。罗望是后天8层境，在小棋中是出了名的实力强横。多谢黄老哥提醒，我心中有数。老大，老大，你要去找罗望？黑主伤势很重吗？是很重，但没有生命危险。老大，你现在前途一片大好，没必要和罗望那样的人去拼命。谁说我是去拼命的？啊？我是去杀人的。罗老大，我敬您一杯。以后罗老大有什么吩咐，让我往东绝不往西。我这条命就是罗老大您的了。陆总旗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，怕是会气死。我正取虽然是烂命一条，可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使唤得了我的。咦，陆总旗也来4季楼吃饭，快快快，小二多上一副碗筷。吃饭就不必了，你不就在等着你长青爹过来吗？现在你爹过来了，乖儿子，咱俩切磋切磋如何？刀剑无眼，待会儿别哭爹喊娘。请。陆长青，你有脑子吗？王百户就是故意给你挖的坑。王百户和我们宋百户是死对头，这次高世禅的案子你出了大风头，王百户故意挑唆正取转投罗望名下，又让罗望打伤周虎和赵黑固，就是想逼你。他料定你会被罗卫狠狠教训，你丢人等于宋百户丢人，你倒好，偏偏选择直接杀了他，当街杀同僚。要不是百户大人死保你，你此时已经在大狱里了。我们是切磋，刀剑无眼，你也就耍这点小聪明。不过也幸好有这点小聪明，否则我为你狡辩都没有理由。长青，你做戏也不能做那么粗糙。如果是真切磋，刀芒怎么会精准冲着罗望心脏去？斩杀罗望后，为什么还能拐弯摸正取的脖子？或许我的刀芒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成精了呢。况且是正取自己撞在我刀芒上的。闭嘴吧你！百户大人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还是想想应该怎么解决。陆老弟刚坐上总旗的位置，要是屁股都没坐热乎，就灰溜溜的退位，王百户肯定要拿这个事儿嘲唤你。陆长青，现在有一个案子，如果你能查出来，就不用给任何人交代了。百户大人，您说，太师家的那个案子可是古怪的很，方总旗带队查了1个月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百户大人，黄总旗，我想试试。试试就试试吧，但老子只能给你5天时间。是，本来今天你就该去抄高家，结果你闭关结束，立刻闯大祸。我派人携着高府，再等你5天。5天后，如果太师府的案子你查出来了，你依旧坐稳总旗校位置，立刻去抄高家；如果没查出来，直接降成小旗校尉，也就别惦记抄家了。谢谢百户大人。抄家这种事儿，皇上都盯着呢。宋百户的后台真硬啊！本来作为总旗，你手下5个小旗的人选可以自己提名，但现在你总旗位置能不能坐稳还不一定。走，跟我去太师府，一切以查案为先。你也一起吧。是。到了太师府，查案的事另说。首先你要管好自己的眼睛。什么意思？太师只有1个孙女，名叫裴木婉，她和明珠公主被称为京城双珠。据说她18岁就书画入道，位居宗师境。但是我不一定会接触到她吧？他自小父母双亡，太师虽然疼爱孙女，但太师太忙了，是奶嬷嬷陪他长大，所以死者几乎等同于他的母亲。丁，情报系统已刷新，肃锦阁有关于太师府案件的线索。系统牛啊，瞌睡就送枕头。易嬷嬷在外面被人捅了腹部，被送回太师府时已经奄奄一息，最终死在这张床上。桌上是卷宗，你仔细看看。和往常一样去同福楼给小姐买桂花软膏，距离同福楼还有100-200米时，有人撞了我一下，感觉腹部很痛，捂住后全是血。撞我的人是谁不知道，街上人很多，再抬头已经找不到可疑人了。会是杀手吗？并不是杀手，太师府派人查了皇城内数10家杀手组织，没有一家接这个单子。裴姑娘怎么过来了？想见一见1天之内查清高世涵之死的神探。裴姑娘过誉，只是运气好罢了。我能看看易嬷嬷的尸体吗？天气热，
尸体早就腐败了。如果卷宗无误，我觉得只剩下2种可能：第一，是疯子无差别杀人；第二，凶手想杀裴姑娘却做不到，就杀了对裴姑娘来说很重要的人。王小琪查了50多天，不可能是第一种，所以凶手是因为想杀我不成，才杀的易嬷嬷。请裴姑娘回忆一下，最好是半年内得罪过的人，我和百户大人出去找找线索。好小子，方前查了1个月都没查到凶手是冲着裴木婉去的，还不确定呢。我们先去同福楼看看，绝不能暴露系统，还是一家一家查过去。3位官爷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们店一直都只有这6个裁缝吗？将最近几年离开的裁缝名单都给我看看。苍青，差不多得了。素锦阁距离同福堂400多米，怎么可能有线索？白粉大人，易嬷嬷和裴姑娘都是女性，和裁缝部弄不好有接触，得仔细查。这个黎儿是什么时候被雇佣，又什么时候离开的？李二啊，他是3年前夏天来的，可惜待了半年就离开了。不过他肯定发达了，他后来多次来我们店定制衣服，用的全是云锦、蜀锦。你们没问他是做什么的？没问。大人，我知道，黎儿1个多月前来过一趟，让我们店给他做个布偶娃娃。我好奇之下询问，他说是他家小姐需要。他家小姐是谁？好像是个大官家的女儿，具体是谁他不说，他防着我呢。能说说那个娃娃什么样吗？那娃娃眉眼很怪，像是被人用针缝过一样。诅咒娃娃，走。就算是诅咒娃娃，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吧？百户大人，你觉得裴姑娘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当然是美，皇城双珠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她太美了，你说其他贵女们有没有可能嫉妒她？布偶娃娃诅咒不见效，就想弄死她，可她实力太强，背景又太大，所以就弄死了她最在意的人，也就是易嬷嬷。这，百户大人，锦衣卫应该立刻调查黎儿，看他到底在伺候哪家姑娘。这简单，我这就回卫所安排。今晚不睡也要查清楚。长青，你呢？我去探望黑柱，明天一早我们在太师府碰面。好。黑柱，好点没有？老大，黑柱，罗旺和郑区已经被老大斩杀了。你是没看到卫署那些人的脸色，一个个全是震惊到呆滞。好了，别吹牛逼了。周虎，去请个牛逼的郎中过来。100两，老大不用了。闭嘴，身体最重要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就把你和周虎提拔成小旗。老大，我和周虎还能做小旗？任人唯亲，光明正大，谁不服让他来找我。昨晚宋百户的动静可不小，太师府案件有线索了？动静大，雨点小，应该没有实质进展。哼，房前查案是一把好手，他1个月都查不出来的案子，换陆长青就能查出线索。大人说的对，宋百户就是走投无路了，妄想陆长青能戴罪立功。李总旗，你给我想办法把陆长青查太师府案件的事宣传出去，最好让副指挥使和指挥使都知道。他不是想扬名吗？我帮他一把。是。哎，你小子起得够晚的。这还晚？我天没亮就起了。老大，昨晚可把兄弟们累坏了，搜了大半夜。走吧，裴小姐应该等着急了。查出眉目了吗？应该是有眉目了。百户大人，黎儿的小姐是谁？黎儿是隋明心的贴身丫鬟。隋明心是刑部左侍郎隋真良的小女儿，性格霸道强势，最见不得比她好看的丫鬟。1个多月前，黎儿让素锦阁缝的布偶娃娃就是隋明心交代的，可惜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没带出来。刑部左侍郎家的闺女啊？2个月前晋国公夫人办茶话会，隋明心当时找我说过话，但我不喜欢她身上浓香，就随口敷衍了2句。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？还有别的事吗？我听明珠说，冯国公家的世子冯玉喜欢我，但隋明心对冯世子一见钟情了。那就对得上了，他嫉妒裴姑娘的长相，又加上争风吃醋，这才杀了易嬷嬷。就算隋明心因嫉妒想害我，可证据呢？
仅凭布偶娃娃还不够。昨晚锦衣卫彻查了隋府所有人，隋家上下在易嬷嬷被刺杀的时间点，全都有不在场证据，没有一个隋家人经过同府楼。这隋明心聪明，不，准确的说是隋真良聪明。你们想想，隋真良是哪个部的？刑部。怎么了？刑部牢狱里关押的犯人多的是。作为刑部左侍郎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放一个犯人出去杀人，不难吧？锦衣卫再怎么查，也不会想到去查牢里的犯人。对啊，谁能想到凶手出自刑部牢狱？啊！我这就去找指挥使大人，请他帮忙查刑部牢狱。这件案子关乎太师府，指挥使一定会想办法。老大，我去陪着宋百户。你还有事吗？有。什么事？裴姑娘，我帮你查出杀易爷们的凶手，就没有什么报答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……你大概不会想要我吧？我要钱！裴姑娘看着给就好，等案子结果出来再说。告辞。兵，情报刷新，朱雀街红岩坊后巷有一只走丢的波斯猫。猫，去看看吧。嘿，还真在这儿，一只小猫而已。系统干嘛非要把它算作情报？除非这猫的主人不同寻常。我就不该去红岩阁，一转眼雪球就没了。连锦衣卫都查不到一只猫的下落吗？朝中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。若是锦衣卫为了一只猫出动，御史们定会参我一本。这……好了，我该走了，再去别处寻寻雪球。这牌面得是哪位皇亲国戚？裴姑娘，案子已查明，凶手名为杨忠，同州府平林县人士，原是个屠户，幕后主使是隋真良，但证据已断，唯一的狱卒证人也已突发疾病身亡。直接结案吧，至于那两人，不必急于一时。是，裴姑娘。长青，走吧。陆公子留下，我还有些事与他商议。此案能查清，全赖陆公子，辛苦了。裴姑娘大气，合作愉快，下次滚。口误口误，走了啊。5万两就这么拿着走了，这人从头到尾眼里就只有那几张银票，这个混蛋真是个眼瞎的混蛋。哈哈哈，陆老弟，上峰对你这次的表现极为满意，一共3万积分的奖励，我个人再奖励你2万积分。还有，你手下那5个小旗的人选，上峰发话了，全部由你一人提名。是，属下明白，多谢宋排长。见过陆总旗。周虎黑柱必须带上，柳泉小旗后天7层，放着好好的前程不要，偏要投我麾下，要么是王百户的眼线，要么是真有眼光，不管是哪种，我先收着。魏行是个用刑的好手，在大狱里审过好几年犯人。钱胜捐官的小旗后天3层，比当年的我还废。不过人很懂事，一上来就孝敬了我500两。我手下就缺一个这样的。5个小旗齐了，手下55号人，明天全带去高府抄家。鹰犬，有本事你杀了我！老大，高云冉带回陆府做丫鬟绝对合适，不然以他的姿色进了教坊死，那可真是连歇口气的功夫都没有。所有高家人听令，男女各自站一边。既然是抄家，高家所有财物都要充公，有私藏者，现在拿出来还来得及。哼，嬷嬷们去给女眷们搜身。柳泉，你带人搜男丁，他不用搜了，就不会做人。都警告过你们了，还敢私藏？柳泉，去给点教训。现银银票、黄金珠宝，店铺良田庄子总计13万8千两。老大，我怀里还有5万两。将高家所有男丁押送大狱，不日斩首；所有女眷押送教坊司。大人，求您收下我做丫鬟。高世涵的卧室内那张床是由纯金打造的，床的外表木片覆盖遮掩。纯黄金，那不得价值个10万8万两白银？大人，求您收下我做丫鬟。跟我走。申气手续办好，别留后患。还有，天黑之后将高世涵卧室内的那张床给我整体运回陆府。老大放心，我办事您放100个心。这5万两我拿3万，剩下的你们5个小旗一人4000，
至于怎么分给手下校尉，你们自己掂量。老大，这太多了。抄家嘛，总不能让人空着手回去。跟着老大，这辈子值了。你们回卫所后，跟百户大人说一声，我心中有所感悟，要闭关修炼几日。一切公务等我出关再说。是，总权大人。客人，这是您要的470个年份老参，品相极佳，8万两，童叟不轻。成交。见过大人。府里的规矩，丫鬟会告诉你，在我出关之前，任何人来访，一律拒之门外。装模作样的伪君子，再装正经，还不是逃不脱本小姐的魅力。太上归元周天宫运转。青天3层境了，整整提升了2个小境界，8万两，值了！太上归元周天宫小成，灵气吸取效率比入门时快了至少1倍。趁热打铁，一举突破。我以为进了陆府就要做通房丫鬟呢，结果这都10多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大娘、三婶他们不知道在教坊司怎么样了，只能等以后攒些银子，托人送去给他们。小姐，姑爷的主院里真的住了一个狐妹子，长得可漂亮了。她的事与我何干？小姐，您不应该那么羞辱她的，大不了小姐您牺牲一下，让她看看您的脚脚。小姐，您真不吃醋啊？哼，吃醋？他陆长青除了那张皮囊还不错，他也配。虽然不吃醋，但还是有些不爽。该去陆家见冲了。唉，闭关10来天终于出来了。叮，情报已刷新，情报已刷新，叮，情报已刷新。系统，情报还可以积攒？可以，但出发几率会有所降低。查看情报。叮，出皇城北门方向一直走170里，宿主会遇到一个客栈，此客栈是人肉客栈。有点意思。雷鸣寺藏经阁第3层中间位置有一本延华经中藏有天级上品拳法6道轮回拳。天级上品拳法比一剑飞仙等级还高，这个必须拿下。丁，太师府花园内的池塘中有一头700年年份的灵鱼，其药效堪比一般的宝药。700年灵鱼，系统牛啊！一出来就是3条大机缘。灵鱼在太师府，雷鸣寺的6道轮回拳优先级最高。这个级别的武技，整个大鱼皇朝明面上也不超过10部。雷鸣寺是佛门6大佛寺之一，弄不好还有人仙境的恐怖存在。现在去抢救是送死，至少得等到大宗师境再说。陆公子，少爷，我暂时不能侍寝，我来月请了。谁要你侍寝了？去安排粗使丫鬟打水，我要洗澡，还有你来给我搓澡。是。鹰犬，洗澡都不老实。老天奶，按重量算至少值10万两白银，比预期的还多。回头得想办法出手，找钱城也行，他家伤后好像遍布了整个皇朝。黄总旗，陆老弟，你终于出关了！你要是再不来，百户大人恨不得派人去砸你家大门。出什么事了？你闭关第2天，皇城府衙就跑来求救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好几家镖局押的镖都全军覆没，70多人凭空消失，尸体都没留下。客栈，系统给的第1条情报就是关于这个，涉及3家镖局5趟镖，总价值超过10万两。陛下只给了我们半个月时间，现在已经过去7、8天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陆老弟，你要是能把案子办漂亮了，百户的位置少不了。案件卷宗呢？我看看。看出什么没有？最强者是先天7层境的老牌镖头汪胜，连他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凶手至少宗师境。这3条路线有重合位置吗？询问了5波走镖人，几乎可以确定出事地点在天目竹海那25里路。那不是查得很清楚吗？可那25里路上分布了380之多家驿站，更要命的是竹海深处还有上百个村寨，这还怎么查？我带队去天目竹海查一查。不过，汪胜先天7层境都栽了，我需要一位宗师境高手陪同。
陆老弟，你张口就宗师境，宗师又不是大白菜，整个锦衣卫就千户大人和副指挥者是宗师境，总不能让他们去保护你吧？没有宗师境陪我，那我可不去。我找宋百户去问问，实在不行，花大价钱给你请个宗师境保镖。进，来的正好。周虎，去把裴慕寒的资料拿来给我。老大，你真敢打裴神女的主意？滚！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热烈的马，我本来觉得穿越到古代抄诗词是最土的事儿，可裴木暖你是逼着我抄啊！沉迷书画，文道就是他的武道，观摩古诗词都能当场训悟突破。不是我想要装逼，是你逼我的。临江仙，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陆某不才，还有另一首诗词。裴姑娘若是好奇，太师府一池鱼交换之，一首词当鱼儿，一首词换鱼，光明正大。去一趟太师府，把这张纸交给裴木婉，保证送到。路上不准偷看。情书嘛，懂的懂的。小姐，陆公子给您写信了。这陆公子真冒失，说不定是什么重要的事。小姐，小姐。小姐怎么了？我去喊老爷。别去好事，小姐有所训悟，要突破了，我们去门外守着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我居然突破了2个小境界，按部就班修炼的话，至少需要小半年。这首词真是陆长青那个死人写的？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突破了。小姐，是因为陆公子送来的那首词才突破的。没错，那首词很好，是极好。小姐，这是一首表白词，不是表白，表达的是一种物是人非的怅然和遗憾。也许是他喜欢的人变心了，也许是他喜欢的人已经离开世界了。怪不得以我的容貌，他宁愿要5万2白银，也不让我欠他爱人情。他心里有人了。小姐，我听说陆公子和陆夫人并未有夫妻之实，但他至今都没有一房小妾，也没有要和离的想法。想必是婚前有过美好回忆，婚后妻子却变了心。临江仙是他在追忆那段美好的回忆，却怅然现在对妻子的求而不得。小姐，陆总旗真是太痴情了，陆夫人也太欺负人了。陆夫人好看吗？很漂亮，也就比小姐差一丝丝吧。江陵仙，落款陆长青。把这送到江池瑶手上。小姐，陆公子太苦了，我想帮他。紫莲，你去给陆公子下一张请帖，请他明日午后到落水楼一叙。同级别的另一首诗词吗？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吕天阳，你来干什么？陆总说，王百户今晚在同乐楼宴请陆老弟，我来传个话。哦，陆老弟，王百户说了，只要你弃暗投明，他会全力捧你上百户位。没兴趣。陆总旗，你总不可能一直立功。王百户要针对你的话，你是跑不掉的。不仅是你，你那2个兔子也跑不掉。百户大人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吕天阳要杀我，我真的吓坏了，我下意识反抗他就死了。我就说陆总拱一向温柔善良，怎么可能在卫所滥杀无辜？这吕天阳弄不好是叛徒细作，想除掉陆总拱。可惜老天长眼，让他一不小心撞在陆总拱的拳头上。陆长青，我承认你有能力，不过这并不是你行事肆无忌惮的理由。属下不敢。千户大人，陆长青在卫所内杀死吕天阳，行为恶劣至极。王百户，你有证据证明是陆长青先动手的吗？没有。宋百户，你有证据证明是吕天阳先动手的吗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他俩各打50大板。千户大人，吕天阳好歹是总超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50大板是不是？要不要千户位置给你来做？千户大人，属下要查镖局案，这时候被打50大板影响查案，属下请求延后惩罚。你闭嘴！陆长青，你的意思是缺了你锦衣卫没法查案了？时间紧迫，只剩下5、6天，我可以立下军令状。50大板延后，查出来就不用挨板子，继续嘉奖。没完成120板退回为小旗位置，你能接受吗？接受。
呵呵，今晚有一位尊贵的大人请老子吃大餐，正好能带几个人。宋百户、王百户，还有陆总旗，你们三也跟着去落水楼见见世面吧。落水楼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去吃饭的。陆公子，等等，我是裴木婉小姐的贴身丫鬟紫菱，今晚我家小姐在落水楼订下包间请您吃饭，这是请帖。据我所知，裴木婉从没和外男单独吃过饭。长青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走，上马车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不对，坏事了！今晚那个大人物似乎一直痴恋着裴木婉，要不让陆长青放裴木婉的鸽子？不行，得罪裴木婉都更严重，千万别碰上啊！小姐，楼上好多人都在看着您，您这么高调迎接陆公子，陆公子会被人嫉恨的。无妨。木婉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在落水楼？你是在等明珠公主吗？与你无关。陆公子，多谢你赏脸。赏脸？裴木婉居然对陆长青说赏脸！我的老天，陆长青这小子到底做了什么？裴姑娘说笑了，你请我吃饭，是我的荣幸。锦衣卫真是厉害。世子爷，您别误会，裴姑娘只是因为感谢陆长青破获他奶嬷嬷的案件，才请他吃饭的。贵为那位总旗倒是好福气，希望这份福气他能消受得起。林前途，请。世子爷先请。好环境，连菜都是灵兽肉，灵兽这么稀有都能用来做菜了。是很稀有，但落水楼背后的东家有圈养灵兽的能力。陆公子，你身负滔天才气，在木婉看来，你能配得上世间任何女子，不需要爱得太卑微。你的遗憾、惆怅都表达在了临江烟中。世人不懂你，我懂你。裴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林江英就是在下随便写的。你不用遮掩，你在信上说还能写出和林江英差不多的诗词，是真的吗？现在能？那太师府的鱼，今晚你就跟我去太师府搬鱼。好，拿纸笔来。蝶恋花，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栏意。你把书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含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为伊消得人憔悴。江池瑶，如果不爱，请离开。为什么要伤害陆公子？又突破了。陆公子，请受木婉一拜。木婉，不用这样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太师府一池鱼对我很重要。陆公子，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。他配不上你的爱，和他和离吧。不是，这话题是不是转得太快了？难道他看上小爷我了？暂时还不行，得等几年。陆公子真是用情至深，他的妻子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木婉，你等我几年行吗？我们可以先谈恋爱，等我和江池瑶和离后，我就娶你。能写出这种诗词的人，绝不会是轻浮之人。长青，你明显就是在自污，看我怎么揭穿你！哼，为什么要等几年？你现在就可以和他和离。我也想现在就和离啊，但江池瑶不愿意，我又打不过他。那太师府帮你解决掉他行吗？真的吗？好了，长青，你不用再演了。我知道你对你妻子的感情很深。热烈的马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就是深深的误会我对江池瑶情绪之深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我们去赏月。木婉，我送你一首诗词吧，独属于你的诗词。真的？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我要回家了，现在就得回。我送你回太师府，还有一池鱼呢。那你说，
世子爷，世子爷！木婉，出落水楼的时候，你我手牵手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长青，我不可能给人做小妾，我可以，但我也不愿意破坏你和你妻子的感情，所以这辈子我不嫁人了，你就当我是你的红颜知己吧。红颜知己能同房不？闭嘴！既然我裴木婉都下场了，哪怕暂时比不过江池瑶在你心中的位置，但我发誓，3年内我会平了他。叶姨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陆长青的护道嬷嬷。是，小姐。燕姨的身法有点恐怖。她修炼的是缥缈顺步，缔结上品身法武技，给你。功法武技不能外传吧？给你，你就拿着。你给我的3首诗词比缥缈顺步更有价值。木婉，你还需要诗词吗？你还能写出那3首同等级别的诗词？别说同级别，更牛的都有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现在就给你来个几首。暂时不用，我今天突破了好几个小境界，需要消化。这时候再欣赏更厉害的诗词就是浪费。你去捞鱼吧，我要去见爷爷。好。爷爷，怎么过来了？有事？爷爷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什么人能入得了我家木婉的眼？锦衣卫总旗陆长青，但他已经有妻子了。700年的灵鱼，3条尾巴，金鳞片，成了！赶紧回家吃了它。陆公子，有尾巴。王百户，陆总旗，你今晚会死在这里！你居然敢和裴牧阳牵手！你知道整个皇城多少男人做梦都想牵他的手吗？牵手算什么？我们还接吻了呢！你要不要当场暴毙？陆长青，请！一剑飞仙，刀斩龙蟒！不可能！你怎么会？百户的位置好像空出来了。陆总旗，牛！前户大人，陆总旗潜力无穷，您得保住他呀！是王百户劫杀他的，他无罪。不是，我是说他和裴木巧的事儿。袁世子肯定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唉，趁早带他去见副指挥使和指挥司，还有你身后那位大人，也该介绍给陆长青认识了。是。这能量太暴躁了，给我突破！你说这些都是他写的？可惜这3首都是讲爱情女子的，不契合我的心境。若是关于家国天下的诗词能有此等质量，说不定能助我踏上不天人境。长青说他还能写出更多堪比这3首的诗词，也许其中就有契合爷爷心境的。哈哈哈！文章偶天成，怎么可能张嘴就来？这小子忽悠你呢！有妻子也可以和离，你就不想争一争？不想争，红颜知己就很好。你既然和他好上了，从今天起，他算是太师府门徒。老一辈有谁敢不要脸的亲自下场对付他，那就是和我太师府过不去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陆长青人是废物了点，可这首词写的是真好，是写给我的吗？可我和他有什么美好回忆值得追忆的？小姐，后院那个丫鬟肯定是姑爷故意找来气你的。一条灵鱼就使我提升了3个小境界，真爽啊！老大，您的黄金我帮你兑换好了，一共12万两白银。这么多，发了。明珠公主会在2个时辰后抵达普云寺为当朝皇后祈福，祈福时会有一个伪装成小沙弥的刺客刺杀明珠公主。你走吧，我还有些事要办。老大，你不回卫所吗？林千户和宋百柱都在等着你呢。你回卫所和林千户还有宋白柱说声，
上午我要去一趟普云寺拜佛。老大，你还信佛？这不是一不小心杀了王百户吗？我这人慈悲人善，大家共事一场。我去普云寺为王百户求个佛，希望他能登上极乐世界，而不是下地狱。老大，你真是太善了。木婉找的那个男人真是锦衣卫总税，还只有先天境，甚至还有妻子。木婉真是疯了。这位公子，如果要给佛祖上香，还请暂且等候。此刻就在这4个其中，但看不出修为气息，没法锁定。你一直在张望什么？别紧张，我是一个算命先生，在下可以免费给明珠公主算一卦。杨护卫长，将此人驱赶出寺院。明珠公主，你的护卫要杀人了哦！大家都来看看呀！我就是一个算命先生罢了，何至于此？你会算命？明珠公主今日有血光之灾。放肆！找到了。在本公主面前胡说八道，是有可能会死人的。你怎么知道有刺客？难道你认识刺客？怎么？你说你的救命恩人是和刺客一伙的，那我为什么要救你？你是锦衣卫？没错。那我相信你。既然你立下大功，不如进我公主府做一个幕僚，如何？公主，我不想去公主府做幕僚，我想要银票，可以吗？这混蛋！你要多少两银子？100万两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陆长青，对吗？众所周知，我和木婉是好闺蜜，而你又是木婉公开承认的男人，就是看在木婉的面子上，你也不好意思问我要报答吧？公主愿意给报答的话，我肯定要，毕竟我穷。但我不好意思给，我要是给你报答，岂不是在质疑我和木婉的闺蜜情谊？还是说你陆长青并不是木婉的男人？告辞。走，去太师府。陆百户回来了，陆爷辛苦了。陆老弟，王百户死了，空出来一个百户位，你如果在镖局案立下大功，就可以直接晋级百户了。黄老哥，我能不能查清楚还是问题。你可是陆长青，神探中的神探，肯定能查清。黄老哥，我的宗师保镖找到了吗？我的确给你请到了一位宗师境强者，等前往天幕竹林的时候会过来和我们会合。我们先去找宋拜长吧。陆长青，你总有天会把老子吓死！还有啥事是你不敢做的？大人，是王百户先暗中袭杀我，我没错。你要是有错，现在早他妈进大牢了。走，现在就跟我去见一位大人。百户大人，你要带我去见何人？你应该猜到我背后有些背景吧？我原是江湖中人，7年前我在江南地界救了一个老者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前任锦衣卫指挥使洪晴天。为了报答我，在他引荐下，我直接空降成为了锦衣卫百户。洪老为什么不继续做锦衣卫指挥使？每一任指挥使至少都是大宗师境，有几任指挥使甚至都触摸到了天人境。大宗师寿元高达300年，如果每一位锦衣卫指挥使都做到寿元终结，皇室那边愿意吗？基本上每一任锦衣卫指挥使只会坐那个位置30年到50年。那他们退位后，退下来后会暗中为皇帝执行隐秘的任务。据我所知，仅仅是锦衣退下来的指挥使、副指挥使们，还活着的就多达数十位。皇室的力量真强。大禹皇朝是皇权和宗门共存的皇朝，你想想，6大佛门、6道大门之类的都传承上万年了，不知道隐藏着多少老怪物呢。大禹皇室要是那么简单的，能以一己之力和全天下的宗门们共天下？丁。
前任锦衣卫指挥使洪天，因为早年间受过重伤，根基有损，寿元已接近油尽灯枯之境。目前，洪天想要用一身真元灌顶这个条件，换取有人寻到他早年间因为仇家算计而走失的女儿。丁，他独女名为于眠，目前已拜入6大道门之一的清月宗，成为外门弟子。于眠在剑道之上有着超乎想象的天赋。用洪天天独女下落的信息换取他一身真元灌顶，这笔买卖大有搞头啊！大人，洪前剑是什么实力？巅峰时候大宗师7层境，最近这几年因为旧伤发说是大宗师4层境。一位大宗师4层境强者的真元灌顶，能将自己推到哪一步？至少也是宗师境吧。木婉，你竟然化妆了！女为悦己者容，你今天是要和陆长青约会吗？我拒绝回答。木婉，你和我说说陆长青吧。他是怎么征服你的？明珠，你为什么想要了解他？书里说，女孩子如果对一个男人感兴趣，就是沦陷的开始。胡说八道！看你那护食的样子，那陆长青有什么好的？明珠，你不了解他，他的内心是忧郁、伤感、痴情、专一的。我对你男人没兴趣，我现在只想知道我的猫在哪里。明珠，自从你开府后，考虑的越来越多了。公主的身份不仅没有成为你的依仗，反而成了你的束缚。父皇有意让我嫁给龙元宗圣子，被我拒绝了。此事已经让父皇有些不满，我不敢再惹他生气，不然他一道圣旨，我大概就要被送去龙元宗。小姐，徐谭徐公子在太师府门口，这是拜帖，让他走吧，就说不见。宁国公世子袁成也摆在那儿，这边又有一个定国公世子徐谭痴恋你。哦，对了，晋国公世子也痴情于你。小姐，徐唐说，你如果不见他，他会在太师府门口一直等，还会去给陆公子送一份挑战信，威胁我。云姨，去一趟，将徐谭的一条腿打断。是。定国公府不弱，你这么做，不弱正好，杀鸡儆猴，省得什么阿猫阿狗都去给长青送挑战信，他徐谭也配。我家小姐不喜欢有人威胁她。是木婉让你打断我的腿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用要给陆公子送去挑战信，以此来威胁小姐。原来木婉也会动情。千帆拜见洪老。坐。年轻人，你探案天赋不错。洪老过奖。不过大于皇朝铸就武道世界，任何能力都不如武道实力来的重要。老夫我寿元将近，照拂你也照拂不了多久。反而如果你和老夫我走得近，有可能会得罪人，你怕吗？不怕。洪老，您的身体……我去请太医。不用，人都会有死的一天。可临死前，老夫不能和我的乖女儿再见一面。陆小子，千帆因为武道天赋原因，这一生大概都会停留在百混位置，上不去了。倒是你，据说现在的你已经能斩杀大部分百混了。既然千帆求到老夫头上，老夫自然要拉你一把。在我死后，你就拿着这个令牌去见严忠，看到令牌，他会照拂着你，有他在，宁国公府不敢动你。司礼监掌印太监严公公。小子，谢谢您的厚爱。好了，老夫累了，你们走吧。陆长青还不走？洪老，您刚才说您有一个女儿，但早年间走失了，能和我具体说说吗？我想尽一份力。年轻人，你胆子很大。洪老，您对我有恩，您说您寿元将近，却因为早年间女儿的走失而遗憾。小子现在好歹也是锦衣卫上上下下公认的神探，万一能创造实际呢？哈哈哈哈！好一个锦衣卫总旗陆长青，胆子够大，也足够自信。那你就听一听老夫的女儿的事吧。叫洪晴天。
该说的都说了，小子，你有这份心，老夫就很感激了。洪老，小子冒犯的问一句，您大概还有多久的寿元？3、2个月吧。陆长青，你是脑子有毛病吗？还真想查洪老那失踪的女儿不成？试一试。你要是能查出来，老子给你磕头！老大，裴姑娘来了，她正在你的办公屋等你呢。厉害！长青，你没有收到徐谭的挑战信吧？没有，出什么事了？长青，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只要有人找你麻烦，就交给燕姨处理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我们晚上去落水楼吃饭，继续赏月。可能不行，今晚林千户会带我去见于副指挥官。好吧。乖，我有时间就去看你。长青，这里是15万两银票，是我攒的私房钱，你好像很缺钱，先拿去用，如果不够你再找我，我会找爷爷要钱。长青，你先忙，我回家了，你有时间一定要来看我。袁成也派人送来请帖给你的，说是晚上在落水楼请你喝酒，我建议你不要去。一方面，晚上我要带你去于副指挥干家；另一方面，袁成也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，他请你吃饭肯定有诈。丁，情报已刷新，今晚宁国公世子袁成也会在落水楼邀请宿主喝酒，过程中袁成也准备拿出海量资源收买你，让你主动放弃和裴木玩好。然而袁成也实则是让你放松警惕，喝下美酒。这个约，老子去定了。千户大人，我们作为锦衣卫，干的都是危险事，仇家也很多。如果有人用肮脏办法对我们下手，比如下毒，该怎么避免中招？肯定是服用避毒丹啊！玄机中品的避毒丹能够永久性无视90%以上的常见毒，但价格不便宜，市场价3万2白银左右。有没有更高级的避毒丹？D 级品质几乎能够永久性百毒不侵，无视9%的毒，就是价格太贵了。D 级下品避毒丹大概就得20-30万两白银。千户大人，我决定赴约袁成也的喝酒邀请。至于去拜访于副指挥时，明天可以吗？你有把握吗？虽说太师府保证宁国公府的老一辈不会下场对付你，但袁成也本身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袁世子只是邀请我喝酒罢了，说不定是和我一见如故呢。滚犊子！鬼知道你打着什么坏主意！我不阻止你，拿着这支穿云箭，半炷香之内，绝大部分的锦衣卫都能赶去。地阶下品避毒丹到手了。燕姨，袁成也有护道者吗？国公家的世子肯定有。今晚的落水楼之行，袁成也的护道者交给燕姨了。可陆总旗，快入座。陆总旗这是瞧不起我，为何不喝酒？这2天喝酒喝多了，不想喝酒，我来一点茶吧。陆总旗，这酒不醉人。我还是不想喝酒。陆总旗，我有事相求。袁氏什么身份？我什么身份？我哪里有资格让袁楼氏相求？陆总旗，袁某真的有事相求。银票10万两，玄级中品丹药苍元丹20颗，150年年境老参3根，地级下品掌法囚龙掌1部。陆总旗，只要你答应和裴木蛮分手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袁世子对木婉还真是痴情啊！陆总旗，这些武道资源摆在这儿，只要你同意，立刻拿走。不过交易完成的话，你高兴我高兴，怎么也得陪我喝几杯酒。袁世子，喝酒也行。不过陆某要对酒赏月，袁世子可否在一旁
为我针灸？放肆！好说好说。陆长青，定！你竟然下这样的毒手！世子爷是宁国公府的唯一嫡系子，他如果真被你废掉，宁国公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乃至大禹皇室都不会放过你。你说的对，不过我提醒你一下，你家世子爷未来是要继承国公位置的。嘿嘿，如果他成太监的事儿被他爹他娘乃至皇室知道了，他还能保住世子的位置吗？太监能做世子吗？能继承国公位置吗？而且袁成也已经成为太监的事，我可是很清楚的。想要让我闭嘴，得继续给我抚触。3天内让你家世子爷凑个30万两送到陆府，这是命令和要求，不是商量哦。转翻了。宗师1层了，现在的我能打100个昨晚的我。不过，我这个宗师是用资源堆上去的，得夯实根基才行。让燕姨把境界压制到和我差不多，正好对练。燕姨，出来一下。你能把境界压制到宗师境1层左右吗？能。对战的确是夯实根基的好方法。开始吧。效果不错。陆老弟，你终于来了！百户大人让你我带队立刻前往天目竹林查案。你请来的宗师境高手呢？对方已经在皇城北门等待会合。去于副指挥使家拜访的事，看来又得推迟了。事不宜迟，出发吧！全员上马，出发！怪不得都想要当官呢，这感觉。定个小目标，1年后坐上副指挥使位置，3难内成为指挥使。黄总旗，你请来的宗师境大手呢？黄总旗约好的白17有事来不了，这一趟任务由我于3代替。小女子不才已是宗师境3层，而白17只是宗师境1层。小女子跟随走这一趟，是你们锦衣卫赚了。明珠公主在搞什么鬼？于3排行第3的嫡公主倒也贴切。那就劳烦姑娘了。走，最快速度赶往天目竹林。停下，休息2炷香时间。陆公子，请进马车一叙。续不了。续不了，那不给你报答喽。热烈的马，陆老弟钻进了那神秘女子的马车里。本公主在你眼里还不如一把刀。怎么，陆总旗见到本公主不知道要行礼吗？陆长青拜见明珠公主。此刀是第1任锦衣卫指挥者的佩刀，品级嘛，也就天级下品。天级下品，这把刀配上一剑飞仙，约5、6个小境界战斗，岂不是和玩一样？喜欢。本公主一直很好奇，我和木婉到底谁更美呢？那当然是你。既如此，此刀就送给陆总旗了。多谢陆总旗救我一命。多谢公主殿下，在下告辞。天级下品黑胶刀，找个时间该去一趟陆家剑中了。手握一剑飞天，此刻又有了黑胶，若再能掌握剑意，我跨过大致境界战斗都不是梦。陆老弟，于3姑娘找你何事？不可说。
这条大道足有25里长，聚集好几百家店铺。陆老弟，查案你擅长，我们都听你的，你吩咐吧。情报系统所言那家客栈约在向内走15里处。所有人听令，2人一组挨家询问，重点要查出清3个信息：最近1年来这条路上哪些酒楼或客栈生意比较好？第二，最近1年内新开的客栈和酒楼有哪些？第三，这条路上是否有青楼之类的地方？全部用笔纸记下来。是。好你个于三儿，这么高冷，别人看2眼都不行，却让陆老弟进你马车，区别对待也太明显了吧？我们做什么？吃馄饨。老板，来2碗馄饨，多加香菜和虾皮。你就这样查案？厉害的神探不应该是亲自去查吗？怎么全交给手下？不然呢？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让木婉短时间内就对你爱得死去活来的？或许是因为心灵上的契合吧。好了，别扯犊子了，我们转转，就当消食了。客栈，月薪，名字倒是小清新。老板，再来100碗馄饨。哦，我说一下思路，为什么要知道哪家客栈或者酒楼生意好？因为如果我是凶手，开了客栈或酒楼，哪怕没有利润，也会主打便宜实惠。毕竟我真正的主业是那些走镖人带的镖，乃至走镖人本身，所以生意好的嫌疑就大。至于新开的，因为案件发生时间都集中在最近，凶手有一定概率是最近才在这里落脚。通过这2条信息筛选，被挑出来的有8家酒楼：九福、安度、味美香、康林、听竹、三杯醉、月薪、天味。陆老弟牛，8家还是多，我们再缩小范围。好几个姑娘都提到了味美香、听竹、月薪这3家。味美香的老板曾在季面前吹牛，说自己是混江湖的，加入过大宗门，实力很强。听竹的老板很神秘，爱穿紫红色衣服，有传言是魔道弃徒。还有月薪，明明自家客栈生意那么好，但据那些姑娘们，月薪老板从没逛过青楼，这不正常。你的意思是凶手就是这3家之一？走，去这3家。官爷，快坐！小李、小吴上场。不用了，因为走镖案，我们要搜查你的酒楼，请配合。官爷，走镖案和我们没有关系啊！那些无故消失的镖头镖师们根本没有在我家吃过饭。闭嘴！有没有关系，先搜查再说。一切正常。撤。就这么随便问几个问题，真的能确定走镖案和味美香没有关系？第一，我能看出来老板回答问题时没撒谎。第二，整个酒楼内找不到任何一丝和武道相关的东西。第三，整个酒楼内没有任何一点点翻新或重新装修的痕迹。厉害！哼，陆长青，你说的3家嫌疑候选名单已经排除2家，只剩下月薪客栈了。这么说，凶手就是月薪客栈？就算不是月薪，陆总铎的探案思路也不会错。查完月薪再说。诸位官爷，是住店还是吃饭？查案。官爷，我们月薪客栈是本分客栈，可不敢牵扯到案件中啊，还请诸位官爷明察。搜。诸位官爷，搜查的话还请动静小一点点，因为有一些客人正在入住。陆老弟，要不今天就这样？整个客栈有59间客房，据说你们家生意很好，经常满客，住宿的客人吃饭都在客栈内，前厅的小厮也有10几个，后厨应该很忙吧？是挺忙的。既然后厨这么忙，所需要的厨师和帮厨要7、8个乃至10来个才算正常。可我们刚才查看后厨，似乎只有1个大厨和2个杂工。快说！这有几个厨师恰好家中有事，
请假回家了。哼，你是不是还要说，他们的家距离这里很远，甚至你都不清楚他们家在哪里？陆老弟，这人肯定有问题，将他带走，让你手下的卫刑魏小琪审讯，想必很快就有答案。哼，黄总旗，我大概已经知道答案了。从他的情绪和神色变化上来看，后厨的确有更多的厨师和帮厨，但被藏起来了。刚才我们已经搜查了所有明面上的地方，那些厨师和帮厨，要么不在客栈内，要么……快说，别卖关子。要么月星客栈有密室、地窖、地下室。你一个普通人，想必并不是走镖案的主谋，现在主动交代，大概率能保住一命。说。他的老婆、孩子或者老母亲之类的被凶手拿捏了，所以不敢说。走，我们也跟着黄总旗。于三姑娘，别忘了，你这一趟过来是为了保护我们的，等下说不定要出手呢。陆老弟，于三姑娘，快过来！这个水井内另有乾坤。看似是水井，实则井壁上开了一个3尺宽的洞，大概率是地下室入口。不仔细看，根本看不出来。陆老弟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把井上方全刨了。动手！下面还有人吗？狗官，卫行，交给你了。我说，我都说，下面只有老板娘了。哦，仔细说说，为什么要犯下镖局案？原本老板娘和老板恩爱有加，2个多月前，一家走镖人入住客栈。那天夜里，有个镖员非要大半夜喝酒，老板娘派自己10来岁的儿子去送酒菜。那小子路过花园时，大概是一不小心掉井里了，第2天才在井里找到尸体。所以，老板娘恨上了走镖人。是，老板娘报复心极重，似乎只有将全天下的走镖人都杀光，并且用镖人做菜给走镖人吃，再解恨。客栈老板是普通人，老板娘应该也是普通人吧？怎么招到你们这些修武者做厨师的？我们有的曾是盗匪，有的是小门派弟子。前段时间路过天目竹海，在月星客栈住宿，老板娘看我们是独自一人的修武者，就以身入局招揽我们。以身入局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老板娘很漂亮，老板娘确实挺好看，而且很会。那天晚上间接导致老板娘孩子意外掉井里的那个镖师死了吗？没。发生那件事后的第2天，那7、8个走镖人就走了。丁，情报已刷新。西南方位，距离宿主17里处的山涧中有一个瀑布，瀑布后面的山洞内25米处有7400年份的石乳。7400年年份石乳，出来查个案还能有惊喜？燕姨，地下室内只有一个非修武者女人吗？没有其他埋伏的强者了吧？的确只有一个非修武者女子。黄总旗，你带人下去看看吧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于三姑娘一起下去吧。好嘞。你呢？我查案累死了，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我跟你一起。没有危险，于三姑娘，你不用下来了，下面太血腥，我快要吐了。你真的只是想出去透透气？总感觉不对劲。于三，你好歹也是木婉的好闺蜜，非要跟我钻小竹林吗？你管我呢？黑胶是天级下品，比万年石乳还珍贵，看在刀的份上，就给他一份吧，说不定以后他还会用更珍贵的宝物报答我。于三，我要去那瀑布后面看看，你去吗？啊！曾经有一个猴子在瀑布后面找到了一个很牛的福地，所以看到瀑布，
我总是想要去瀑布后面看看。真的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没事干，看看去呗。好。他怎么带我来这种地方？那木婉怎么办？我绝对不能对不起木婉。陆长青，不准对我有想法，听见没？你没事吧？于三，快看，尸乳，这么多尸乳，哈哈哈！哪怕没有万年，也差不了太多时间。果然，他早就算到这里有宝贝，特意带我来的。他绝对喜欢我。见者有份。他明明可以独吞，却还是带我来了。他绝对能看见未来，看到我们未来在一起，才对我这么上心。龙渊宗圣子怎么解决？啥？哼，装傻充愣。你肯定知道雪球在哪里，快说！于三，你不会是发烧了吧？陆长青，你放肆！我懂了，你个混蛋是故意的。今天回皇城，我要去陆家拜访。我家没什么好拜访的，刚好4份，我自己拿7成，明珠公主、木婉和燕依各1份。本公主明明是你未来的挚爱，待遇竟然和木婉一样，居然连燕姨都有。哼，陆长青，如果你不好好表现，那么你看到的未来的事是有可能改变的。闭嘴吧！一个嫡公主，整天神神叨叨的，也不知道那么多人斩钉截铁的说你雍容华贵、气质盎然，这些评价是怎么来的？陆长青，你就装吧！哼。陆老弟，那地下室里太恐怖了，我吐了好几次。辛苦了，你又立大功了，这次回去怕是要升百户了。哈哈哈，等我坐上百户位置，肯定请黄总修喝酒。陆老弟，月薪客栈被抄了，搜到现银6000多两，跟着来的9个小组分了，剩下的你拿1500两，我拿1000两。月薪客栈还挺赚钱啊。可不是嘛。我说于三啊，你哪怕要去拜访我陆府，也不用大半夜吧？我不傻。还有，不要叫我于三，我的名字是于之意。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。陆长青，南风知我意这一句是你自己写的吗？算是吧。他早就在心里将我的名字念了无数遍，他早就……陆长青，你真是个混蛋！你想到办法搞定龙元圣子和我父皇了吗？还有，你的位置太低了，你至少要升到指挥馆，才有那么1滴4机会。什么机会？陆长青，你别装了！你有厉害的内功吗？啥意思啊？你要给我厉害的内功？我可以给你厉害的内功，但这不是因为我着急你打败龙元圣子，就是可怜你的。皇室的内功可以随便给外人修炼，不能。但我手里还有一部缔结上品内功，来自我母亲的传承。不用了，我暂时不缺内功。那巫道茶呢？你缺吗？你有？有。前段时间父皇赐给我4滴地级中品巫道茶，我目前只喝了1两，还剩下3两，明天都给你拿来，够吗？难道我拿了明珠公主什么把柄？不然她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3两地级中品的巫道茶，可是价值60万两啊！你不要误会陆长青，我就是单纯的可怜你。我知道明珠公主是可怜我。哈哈哈哈哈！跳！于之意，都大半夜了，你非要来我府上做什么？我要去你卧室。但我卧室里只有一只小猫。小猫？所以你卧室里有一只小猫？小猫怎么了？前段时间我在红颜河附近捡到的。陆长青，有意思吗？你明知道我有多在意雪球，你明知道我这段时间耗费了多少精力去找它。于之意，你不会是丢了一只小白猫吧？他活该！陆长青，我告诉你，不要仗着未来发生的事来欺负现在的我，否则未来我还是不是你妻子就是问号了。你，我妻子？还装？我妻子名为江池瑶，公主殿下，你在口出什么狂言？本公主知道，那不是你被骗婚了吗？未来肯定要和离的，对吧？你知道我被骗婚的事？知道啊，
因为你给我的好闺蜜拿下了，我当然要调查你的信息。调查我的信息上写了什么？就说你祖上出过一位女剑仙，还有你曾曾爷爷是荣庆侯，还说江池瑶是为了陆家建州才骗婚于你。江池瑶的来历有提到吗？就一句话，疑似来自蓬莱州。正因为他疑似来自蓬莱州，皇室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他进陆家建州。蓬莱州，蓬莱州是神武大陆的中心区域，也是整个大陆武道最鼎盛的地方。大禹皇朝只是神武大陆边缘地带的小国罢了，和蓬莱州差10万8千里。3年后他就要回蓬莱州，不行，绝不能事事都按他计划来，必须在1年内强行合理，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丁，情报已刷新。丁，陆家建主内，于建主主剑往前走137步，再往左走112步，你会看到一把青色的锈迹斑斑的断剑，此剑名为金黄，在上古时代品级位列半部神杰，但剑内仍蕴含着一团极其纯粹的金黄剑意。江池瑶，你为了剑意连骗婚都干得出来，现在老子轻松就知道了剑意所在。你说你是我未来妻子？那木婉呢？我怎么知道？雪球，嘿嘿，叫爹爹。陆长青，你说这就是雪球？好了，你直接带走吧。不用，陆长青，你给我好好对待雪球。要是让我知道雪球哪里受委屈了，我就……你就什么？从今天起，没有我许许，你不准私自去见木婉。凭什么？我是你未来妻子，你说我有资格管你吗？那我和木婉还接吻了呢，还准备生小孩，未来的事谁能说得准？陆长青，你放肆！玉之意啊，你是后来者。我和木婉确定关系在先，你想要插足，过分了吧？爱咋咋的，就是悟道茶不会不给了吧？不给就算了，你明珠公主的软饭，我吃的不开心，大不了不吃。你带小白继续睡觉吧，我去修炼。喝下石乳后，感觉灵气吸收更强了。宗师境3层，石乳还剩下一半，但已经有了耐药性，继续喝效果不会多好。燕姨，去虞山。这是公主给你的悟道茶，替我谢谢雨之意。公主殿下，裴姑娘来了。什么？明珠，你怎么了？昨晚没睡好吗？做噩梦了。木婉，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？我有点思念长青。明珠，你说我给他生个孩子好不好？不行！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木婉，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。你这样做的话，太师的脸面怎么办？陆长青又是怎么想的？爷爷说了，我只要在乎自己的内心就好，不用在意他人看法。长青也说了，作为红颜知己，我应该给他生个孩子。而且长青那么有文采，长得也好看，我们的孩子肯定特别好看，特别优秀。明珠，等我和长青有了孩子，到时候让孩子喊你干娘。不要，你可不要推辞，这个干娘你当定了。工部那边说，预计7个月后，持续修补数十年的大禹鼎将会被修复好，届时朝廷会邀请皇朝境内很多上得了台面的势力前来皇城观礼，陛下极有可能会借着那个时机，以比武招亲之类的方式为你挑选驸马。明珠，你要是真不想嫁给龙渊圣子，也是有办法的。第一，找靠山拜师人仙境强者；第二，在鼎礼到来之前与人私定终生；第三种，装病，装得足够真实。假死脱身。
奖，恭喜了，陆总奖，您真无敌了。陆总奖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请您喝酒。长青，你已经是百户了，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到了百户位置，再想要往上升可就不容易了，得积攒够功劳，还得有某位千户大人退下来才行。我懂。对了，洪老女儿的事儿，接下来你得用点心查，哪怕查不出来，也要做做样子。下午我就去查。还有一件事，高士涵私卖军械案有了新的进展，信是流云剑宗掌门人崔库云写的。陛下有意在最近下旨覆灭流云剑宗，派谁去？怎么，你想去？你现在已经是百户了，倒是有点资格独自带人去抄一个二流宗门了。可他们也有大宗师啊。放心，到时候咱们锦衣卫自己的金弩卫会跟着一起去的。金弩卫人手一把诸葛连弩，连弩每次能释放100根箭矢，大宗师9层境被包围，也得被射成靶子。宋老哥，我想带队。你自己去和林千户说，到了百户位置，要收敛，要做好榜样。这是一款项链，出自遥远的大周皇朝七彩阁。项链名为璀璨，底价35000两。太适合明珠公主了，这条线拿下次送给明珠，毁她的人情。176号客人出价4万两，还有加价的吗？4万两，45000两。5万两，5万两2次，5万两3次。恭喜176号包间拍下璀璨。反正钱是袁成野那个冤蛋送的，不心疼。这只手镯没有等级，但足够稀有，材料是传说中的3生石，产自上古3生山，起拍价35000两。3生石，这只手镯清透，木婉戴上一定好看。6万，7万9000两，恭喜176号。周虎，过来，将这2件礼物分别送到公主府和太师府，信息上面有写。送完后到皇城西门集合。老大不仅拿下了太师嫡孙女裴慕全，还拿下了明珠公主。老大，这些是5天来兄弟们调查的结果。洪青天女儿失踪时恰逢青州大旱，难民涌入皇城，人员混杂。当时她才2岁08个月，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，怪不得洪青天的能力，查10-20年也查不到任何线索。收队。缥缈顺步小城，一个呼吸300米。陆长青这个废物，到底惹了什么事？小姐，你要是心烦，我们去逛逛街吧。您自从嫁给姑爷后，几乎就没出去逛逛街。听你的，今天休息，去逛逛皇城。陆夫人，好巧，我是定国公夫人，家夫姓徐，你可以称呼我为徐夫人。小姐，就是他一直给陆府下请帖，你不给回复就来堵人了。何事？陆夫人，你是鹌鹑吗？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来，你还要忍？我要是你，现在就去太师府找裴木星闹上一闹。你好歹也是陆长青的夫人，这么孬种吗？你才是孬种！小贱人，你！再说脏话，下一巴掌不会这么轻。杀了他！不要招惹我，也不要招惹陆府，否则我不介意一人一剑，将定国公府涂抹殆尽。老大，你牛！老大，太离谱了！怎么了？小子，据说你夫人和你差不多年纪，她今天秒杀了一个大宗师5层境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徐千户，陆长夫人，好一个定国公府，不敢找太师府麻烦，不敢找我麻烦，就去汆使江池瑶。虽然结果是他们吃了大亏，面子也丢了，但不够阶级。我现在手握洪灵天的令牌，能搭出司礼监掌印太监严公公，背后有裴慕寒和明珠公主，整个皇城我的背景已经足够了。千户大人，前几天的镖局案虽然结案了，
但我觉得其中还有疑点，犯人说不定有同伙，那同伙弄不好就藏在冯家造船厂。千户大人，我愿意带领手下去冯家造战场搜查。可以，但别太过分。柳泉、周虎、魏行、钱胜，带上手下所有校尉，列队跟老子走。有线索指向你这造船厂内藏了嫌疑犯。官爷，我是冯家造船厂的东家，名叫冯汉，我想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都放下兵器！凭什么要搜查我们厂房？赶紧走！官爷，我姑姑是定国公府人，您看。老子打的就是定国公夫人的侄儿，还有就几千两银子，哪怕叫花子呢。燕姨，解决他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你应该庆幸，这黑衣人是主动向我出手的，不是你指使的，否则此刻你已经见到阎王。柳泉、魏行带人进去搜查，周虎、钱胜，你们陪老子在这里等。嘿嘿，老大没有找到线索。嘿，不过这冯家造船厂真黑呀，造船用的木头好多都是腐木坏木。没有线索吗？明天再过来继续查，查到线索为止。柳泉、魏行，你们带手下校尉守在这里。哦，如果冯大公子要去定国公府求救的话，放他去。是。陆长青这个杂碎，欺人太甚！陆长青作为锦衣卫百务，行事必然得到上官认可乃至授意，而且陆长青已被裴姑娘相中，已成事，锦衣卫看重他是自然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整个锦衣卫都支持他，哪怕对上定国公府也在所不惜？大概率如此。夫君，你看儿子的腿脚，裴慕寒那个贱丫头太……闭嘴！今天你竟敢撺使陆青龙的夫人去太师府闹，幸好没有成功，否则死的就不只是黄腾一个人了。船厂先暂停运转，等到锦衣卫撤离再说。禀告国公，明珠公主前来拜访夫人，马车已到府外。这个节点，明珠公主来我们定国公府拜访，还点名拜访我，她这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我们定国公府的支持呢。不对劲，明珠公主和我们府上从未有过交集。你忘了谭儿，我们儿子这么优秀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武道有武道，要文采有文采。你说明珠公主有没有可能是看上了谭儿，所以才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来拜访我？母亲，也不一定吧。拜见公主殿下。真难喝，是要毒死本公主吗？大喊大叫，还国公夫人呢，一点贵族的礼仪都没有。我不怎么会泡茶，对不起，公主殿下。徐唐拜见公主殿下。公主殿下，这又是为什么？作为母亲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儿子。徐唐什么身份？见到本公主不应该跪下行礼吗？公主殿下，您息怒。拜访也拜访了，本公主要回府。明珠公主过来这一趟，所谓拜访，似乎就是为了打夫人2巴掌。父亲，明珠公主是为了帮木婉出气，总不能是帮陆长青出气吧？或许吧，不过这个仇我徐生立记下了。陛下有意在7个月后的大禹典礼上为明珠公主和龙元宗圣子赐婚，明珠公主似乎很排斥这桩联姻。姑爷，您真的升职成为百户了？昨天小姐去逛街，不小心斩杀了那个定国公府的老头，没给您添麻烦吧？无妨。丁，恭喜宿主已经完成10个机缘任务，奖励宿主1张死亡替代卡。死亡来临的那一刻自动使用，此卡能帮助宿主陷入假死状态，24小时后宿主自动满复活。奖励宿主1张武技升级卡，仅限于武技，不包括内功。所有奖励已存入系统空间，系统空间 1.0 版本，长宽高各3米。系统爸爸，我爱死你了！6道轮回拳线索，陆家建储内的断剑线索，洪晴天女儿失踪案线索，得赶紧完成。尤其是洪晴天女儿的案子，前后查了10多天，
样子做够了，今天就可以去收网。听说了吗？定国公府被削爵了，从国公直接降到伯。我表兄在户部当差，说是太师联合御史大狱，还有一大帮文官盘合的，说他私藏雷龙精血，陛下当年急用的时候都不肯拿。太师府出手了，于之言又去找我了冯苍娘，这软饭吃的真他妈香。洪老，您的女儿名为于绵，目前已拜入6大道门之一的清月宗，成为万门弟子。查了10多天，做样子做得很好，不错。你怎么查到我女儿的下落是你的秘密和本事，我不管，我只要答案。你给了我答案，那你就是我的恩人。清月宗距离皇城并不算特别远，以老夫大宗师的实力，来回1天足够，1天后你再来。如果你口中的于绵真的是老夫的女儿，老夫这一身真元会灌给你，包括老夫一生所有的积攒和收藏。丁，情报刷新，2个时辰前，皇后吴婷兰中毒而亡。皇后中毒死了，可皇城内怎么没有任何风声？这案子很棘手，而且皇后应该服用过等级极高的避毒丹，连避毒丹都挡不住的毒，我自己也得更加警惕。先去公主府看看。长青，你能跟我进宫吗？他们说我母后是突发恶疾，我不信，我只相信你。好，我陪你进宫。不行，你还是不要进宫了。如果母后的死有问题，牵扯到的人都是大人物，你只是一个锦衣卫百族，事后会被报复的。我陪你们一起进宫，有我在，没有谁敢动长青。明珠，你依仗的是皇权，我不一样，我身后是爷爷，是文华学院，哪怕掀开了皇室丑闻的一角，也没人能轻易动我。赶紧去皇宫吧，迟则生变。锦衣卫百日陆长青拜见陛下。平身。明珠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还在胡闹。臣没有胡闹，儿臣母后死的蹊跷，突发恶疾4个字我不信。朕也不信，所以让李乾全力调查。我更相信陆长青的查案能力。后宫内的案件从来没有让锦衣卫过来调查的先例。父皇，求你！平身。拜见陛下。李乾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凤栖宫的2个粗使丫鬟经不起用刑死了。一个交代说是罗昭仪的人，但罗昭仪只是让他监视凤栖宫，并未做其他事。皇后娘娘突发恶疾之事，他不知情。另一个至死喊冤，没有供出有用信息。太医主那边怎么说？那2个太医在严刑拷打下也没有供出什么。你只会用刑吗？高太医到了吗？高太医已经在路上，快到了。高太医是御医中的传奇，先皇遭受过2次下毒刺杀，都是他治好的。老臣拜见陛下。不用跪了，进来。明珠、陆长青、裴木婉也进来。直说。娘娘并不是突发恶疾，更像是一点一点中毒，最后毒素汇聚到5脏6腑才导致驾崩。但奇怪的是，娘娘的血液中并不蕴含毒素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回禀陛下，高世涵之死也是中毒。那西江毒药在毒死死者后会立刻失去活性，在体内快速消散，让人很难找到中毒痕迹。关娘娘驾崩后的肤色变化，她中的应不是异族毒药，但这种能自动销毁痕迹的毒，比高世涵之死的毒更高级、更诡异。皇后拥有大宗师9层境实力，如果她中毒，她有自己知情的可能性并不大。母后这半年来断断续续总是生病，太医们确定身体没问题，只是单纯累着了。陛下，能否给臣1天时间？臣一定给陛下一份答复。锦衣卫到内廷后宫来查案，你知道传出去会有多少人嗔你吗？臣不怕。木婉，我对不起你。如果长青没有查出来要受罚，求你让太师保住他。我不和你争，我只想他平平安安。求你。从此时起到明天此时，整个内廷，朕给你所有权利，哪怕去搜嫔妃的宫都可以。李乾和严公公听候你调遣，臣感激涕零。我倒要看看陆长青是怎么查的案。假设娘娘就是中毒身亡，
但所有吃穿用度都经检测无毒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是中了融合性毒？有道理，食物相克可制毒，各种香味融合也可造毒，确实是神不知鬼不觉下毒的好方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融合性毒，为什么只有娘娘一人中毒，而身边的丫鬟嬷嬷都好好的？食物，丫鬟们也在吃，气味，大家同样能呼吸到。别卖关子，直接说你的想法。只有娘娘中毒而其他人没事，只能说明有一种东西娘娘能接触到，而丫鬟嬷嬷接触不到。说的很有道理，有可是娘娘经常戴的手镯、珠钗，或是睡觉时惯用的枕头。丁，情报刷新。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搜宫，德妃已派手下的太监轿子，在御花园龙鳞湖畔南侧那口守井旁的草地3尺处埋了一个盒子，盒内有麝香1瓶，金爪子42000枚。4万多枚金瓜子，找个机会偷偷挖走，放入系统空间。丁，情报刷新。皇后吴婷兰身边曾有一个贴身1等大丫鬟，名为柳儿。柳儿对皇帝有倾慕之心，皇帝对柳儿也曾有过一丝好感。这个柳儿，多半就是皇后之死的关键突破口。回禀陆大人，娘娘一直带着一个镯子，是许多年前娘娘的娘亲所赠。娘娘还有一根珠钗，是5年前生日时公主殿下亲手制作所赠，娘娘很喜欢，同样一直佩戴。除了这些，娘娘最近半年因身体不适，太医署开了几种药，药方留档可查。将镯子、珠钗都取出来，让高太医检查，顺便让太医署将娘娘最近半年服用的所有药方和流量都送来。禀报陛下，公主殿下送给娘娘的珠钗，被黑血鸡的汁液浸泡过。我没有。单纯的黑血鸡无毒，皇城境内许多贵女用它做香包。娘娘自己也喜欢黑血鸡的味道，用黑血鸡汁液浸泡珠钗，是娘娘亲口吩咐奴婢做的，其他丫鬟可以证明。苏嬷嬷，当时娘娘要用黑血增汁液浸泡珠餐，是谁提议的？柳儿，娘娘需要挑选贴身丫鬟，当时严公公送来10多个丫鬟供娘娘挑选，娘娘只相中了一个，就是柳儿。再后来，1年前有天晚上，朕来凤清宫休息，那晚柳儿想要爬床，被皇后发现，皇后杖责了柳儿10棍。杖责10棍之后，娘娘有没有将柳儿打发去浣衣局之类的？原本皇后要将柳儿打发去浣衣局，但朕当时说了一句：“柳儿罪不至此。”柳儿被杖罚10棍后，疯狂磕头和娘娘道歉。奴婢记得很清楚，娘娘担心闹下去，柳儿真的死在凤栖宫，陛下会生气。另一方面是娘娘心软了，便继续留她在凤栖城当3等粗使丫鬟，但3等粗使丫鬟不能进内监。后面的日子里，柳儿表现特别好，但在半年前15那天，淑妃来请安时说了几句呛人的话，气得娘娘当场打了她1巴掌。淑妃顺势撞了娘娘一下，撞散了娘娘的发髻。由于当时娘娘急等着去慈圣宫给太后请安，时间紧迫下，娘娘只能破例让柳儿重新梳妆。柳儿手巧，梳妆速度极快。那次令宫后，娘娘又将柳儿重新提为1等贴身大丫鬟，从此柳儿才有机会在娘娘面前无疑义中提到黑血鸡汁液。我怀疑淑妃半年前顶撞皇后娘娘，为的就是挨巴掌，好趁机撞散皇后娘娘的发髻，给柳儿创造立功的机会，让她重回皇后娘娘身边做1等贴身大丫鬟。淑妃，我要杀了她！明珠，放肆！现在只能说淑妃肯定脱不了干系，但目前只是冰山一角。请问娘娘是？本宫宋嫔。怎么，本宫也有嫌疑吗？娘娘中的是哪一种融合毒药？涉及到黑血鸡的融合毒药一共有5种，主材是黑血鸡，其余是速冬眠、九星剂、青血芍、健牙草。速冬眠什么特性？速冬棉是一种很奢侈的棉花，产量极少，保暖效果好，哪怕是宫里的娘娘们用速冬棉制作棉衣的概率也不高。请问，宫里的娘娘们谁有速冬棉制作的棉衣？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和已经逝去的丽妃娘娘。本宫已经3、4年没有穿过那件棉衣，何况本宫和皇后娘娘关系并不好，哪怕穿了也没有机会总是跑到皇后娘娘面前转悠。那丽妃娘娘那件速冬棉衣呢？丽妃娘娘9年前病去后，包括那件棉衣在内的许多生前所用之物都在灵堂前烧掉了。皇后娘娘的那件速冬棉衣，从10多年前开始就没怎么穿过，放在库房内。嬷嬷，皇后娘娘作为所有皇子公主的嫡母，她们是不是经常要来凤栖宫请安？其中有哪些皇子公主经常过来，且与皇后娘娘关系比较近？说。七皇子、
十皇子，五公主、七皇子、十皇子都有速冻棉棉衣吗？七皇子没有，五公主和十皇子有。五公主素来敬重皇后娘娘，绝不会有毒害皇后娘娘的恶毒想法。臣妾请求陛下严查。陛下冤枉，冤枉啊！小氏刚刚9个月大，还是个小婴儿。9个月大的十皇子自然不可能是凶手，但万一凶手丧心病狂的拿十皇子当做作案工具呢？后宫太可怕了，满后宫的嫔妃、皇子、公主们是联手把皇后娘娘送走了吗？再查下去，怕是皇帝老儿要成孤家寡人了。淑妃刚被查出来就要被灭口了，后宫的女人狠起来，真没男人什么事。你去一趟中衍宫，让太医尽力医治淑妃。她死前要是还有意识，问问她，给皇后下毒这件事里，她扮演了什么角色？她自己被灭口又是因为什么？是。派人将五公主和十皇子身边的奶嬷嬷、丫鬟、太监等全部押入赵刑司审问，半个时辰回来给朕答案。是。你继续。现在柳儿在哪儿？半个月前，柳儿就人间蒸发。柳儿十有八九已被灭口，得找个借口在整个后宫转一圈，把那4万多枚金属子挖出来。高太医，目前涉及黑血种、速冬眠，剩下3位呢？九星体很难在皇城气候下生长，流入皇城的一般是药粉，它的味道是很淡的腥味，淡淡的腥味容易暴露，凶手必定会用其他味道掩验。苏嬷嬷，皇后娘娘平常喜欢哪几盆盆景或花纸？去翻土壤，说不定被九星体药水泡过。梳子、皂角也查一下。皇后娘娘常用的这把梳子内没有九星图，但有青蟹泡。这把梳子是由大禹皇朝特有的榆树枝打造，青蟹泡味道与玉树相似，常人很难区分。梳子是谁送来的？说，1年前娘娘过生日，所有皇子公主都送了礼物。这把梳子是二皇子妃送来的，据说是二皇子妃亲手制作。二皇子是他最重视的皇子之一，悟道天赋强，自幼领悟剑艺，是皇位继承的有力竞争者。回禀陛下，淑妃娘娘去了，淑妃最后的遗言不完整，奴才只听到了。听到了什么？直接说。奴才连太后都掺和进来了，这后宫简直是全员恶人。五公主和十皇子有问题吗？五公主并无问题，十皇子只有9个月大，本人不可能作案。但负责十皇子穿着的奶嬷嬷李氏，最近半年抱着十皇子来凤提宫共计17次，其中16次都给十皇子穿速冬棉棉衣。赵刑司内，李氏交代是黄修仪吩咐他这么做。饶命！饶命！黄修仪，你可真是一个畜生！不是皇后娘娘照顾你，你连冬日的煤炭都用不起，你竟把自己9个月大的亲儿子当作暗工具，怎么忍心的？说说，为什么要下毒害皇后？臣妾只求陛下看在小石的份上，赐臣妾白绫。拉去赵刑司。我都说我不要去赵刑司。我恨吴廷兰那个贱人，他一开始对我很好，我很感激他，很相信他。正因此，数年前他赏赐我素心纳气诀时，我压根没有任何怀疑，高高兴兴去修炼。 1年半前，我怀上了小石，我怕有人害我的孩子，10个月里几乎一直待在自己小小的宫殿里，从不出门。就在我怀孕第8个月的时候，有一日，我的饭菜里多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就一句话：素心纳气诀是一部有缺陷的内功，修炼久了，怀孕时有可能导致胎儿残疾。放屁！内功能导致胎儿残疾，哪怕是个傻子也不会信。老夫行医70载，从没有听过这等天方夜谭。我一开始也不信，可1个多月后，小石出生了，软软乎乎，白白嫩嫩，可偏偏右手只有3根手指，天生残疾。陛下，陛下，你知道臣妾看到蛇右手只有3根手指是有多心疼吗？都是吴廷兰害我的。黄修仪，你怀孕之间交到了知心朋友吧？哦，原来这个知心朋友是宋嫔啊。宋嫔娘娘，在下有个不靠谱的胡编乱造的故事，您听听。这后宫里啊，有一个妃嫔，长得漂亮，自命不凡。
他以为自己进宫后一定会宠冠六宫，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。他虽然立了高老张之花的人设，可皇帝偏不吃这套。时间久了，他急了，明里暗里用见不得光的手段争宠。可皇后娘娘是实权皇后，什么没见过，所以给了他一些惩罚与警告。他恨啊，恨不得弄死皇后娘娘，却不敢亲自出手。这时他发现有个嫔妃脑子不好，还怀孕了，于是他嘘寒问暖，与其成了知心好友。他给对方下毒，再弄个纸条预言胎儿残疾，让黄姓嫔妃恨叹皇后娘娘。而他继续通过神秘纸条指点这位嫔妃怎么去害皇后娘娘。但黄修仪是真蠢，他压根儿不知道素心纳气诀不仅不会造成胎儿残疾，反而更有利于生产。若是没有这部功法，这位嫔妃在怀孕期间被下毒，弄不好胎儿都不是残疾，而是直接成为死胎。皇后娘娘和这位嫔妃就像是农夫与蛇。连自爆都这么果决，后宫的女人是真的狠。宋嫔罪大恶极，不日朕会下旨抄宋家，你领锦衣卫去抄家，抄家所得全部归你所有，算是给你的奖励。臣不胜感激。继续查案，还未结束。不会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陆大人，奴婢们翻遍了整个凤栖宫，依旧找不到九星菊和剑芽草。话说，皇后娘娘去乾圣宫的频率高吗？皇后管理整个后宫，经常有事需要去乾圣宫与朕商量。那么，九星瞳和剑芽草有没有可能在乾圣宫？陆长青，你的意思是皇后之死，朕也掺和了？单九星棘和剑芽草这两味材料，被别人精巧地塞入乾圣宫是很容易做到的，哪怕被发现也不怕。毕竟只是药草，不是毒药。高太医、严公公，你们去乾圣宫走一趟。陛下，如何？乾圣宫内并没有找到九星菊，但找到了剑芽草。从哪里找到的？哼，好大的胆子！为了毒杀皇后，把手都伸进了乾圣宫。都起来！严公公，你哑巴了？剑芽草到底是从乾圣宫的哪里找到的？回禀陛下，是从乾圣宫的修炼室中找到的。皇后从没有去过修炼室。启禀陛下，剑芽草是一味极为珍惜、能够辅助修炼的药草，尤其是修炼剑道。陛下为辅助修炼剑道而经常药浴，每次药浴后，身上残留的药味短时间内不会完全散去。若皇后娘娘恰好去乾圣宫与陛下禀告事情，且离得足够近，半年前，太后给了我一部天级上品剑技，正是为了修炼这部剑技，我才要求天武房将药浴包更换成一偏向剑道，这才会用到剑芽草。这个局，从大半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了。陛下，臣能否向陛下单独禀告？可，严公公进来。陛下，乾圣宫的剑芽草是不是与太后有关？不错，淑妃临死前的遗言是太后。陆白虎聪慧。那最后一味药材九星菊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是在太后的慈圣宫内。恰好每个月初1、15，皇后娘娘都要带所有高位嫔妃去慈圣宫请安，她有足够多的机会接触九星菊。当然，此刻太后有可能已将慈圣宫内的九星居石处理掉了。此案的幕后黑手就是太后本人。二皇子的事先放一放，皇帝大概率要保二皇子，再久不放就是不懂事。陆长青，你很不错，此案你立下大功，想要什么奖赏？陛下，案件还未彻底结束，臣想找一找柳儿的尸体，或许还能查到一些隐情。也好，那你在宫内歇息一晚，严公公会安排。你觉得太后为什么要毒杀皇后？陛下，能否给臣一份太后和皇后的详细资料？不知二人背景，臣实在难断太后动机。朕让严公公晚上给你送来。陆大人，请随咱家来。长青，怎么查一半就结束了？是父皇威胁你了吗？明珠，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，但你得先答应我，在实力不够之前，绝不能轻举妄动。
那个老妖妇，我迟早要将她千刀万剐。公主，既然陆公子已有方向，我们便不能自乱阵脚。他留在宫中还能继续探查。那你要小心。木婉，我想你了。方才在宫里人多眼杂，我没能好好看看你。长青，你先放开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你问，我听着。木婉，白只是说你喜欢吃同福楼的桂花软糕，你喜欢桂花？桂花很好，你的气质很像桂花。我送你一首词吧。什么词？暗淡青黄血性柔，情疏寄远只留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梅定度，菊应羞，画栏开处冠中秋。骚人可飒无情思，何事当年不见收？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这世间没有长青更懂我。长青，你再这样，下次我不敢和你同坐马车了。你快进宫吧，我回去了，爷爷还在等着我的消息呢。陆大人，您回来了。我要去寻找柳儿的尸体，你们跟着我吧。陆大人，天已经要黑了。无妨，天黑才好。就在附近找，本大人不会离开你们的视线。都过来看看，这里有一个挺大的坑洞，之前用草皮遮掩过，可惜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这是谁挖的？这么大的洞！走吧，换个地方再找找。没了。娘娘，奴婢亲眼看见陆大人在这里蹲了一会儿，没了。然后招呼人过来看，之后所有人都看到坑洞里确实什么都没有了。价值30万两白银的金瓜子就这么没了。娘娘，陆大人是两手空空离开的，况且他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搬走那么重的铁盒。查，不管是谁拿走的，都要给我查出来。